Hello， 大家好，我是怡媛。我跟官方那边申请到新的画质测试了。那其实官方这个测试版是可以给我们选择要重置版还是经典款的，所以我肯定是选择重置版。然后我把自己的帧率调到120最高画质，并且我也会把我的手机效能资讯放在画面上，你们可以看到到底我的画面使用了多少的 CPU、GPU。那各位可以看到，刚刚我是已经调整了帧率到120的，但是你们可以看到我画面上都是低于60帧左右。我都怀疑我自己到底有没有调整到，所以我回去检查了，确实是120帧，但是我的画面只有维持60帧以下而已。所以游戏会根据你的手机去调整它应该有的帧率。那我这个手机其实是比较旧的 ROG 3，使用的芯片是骁龙865 Plus， 就是说我这个芯片其实已经好几年了。对标苹果的芯片大概是 A14 或者是 A15 左右。不过我也不会使用一架手机去测试而已，等一下我还有另外一台手机可以去测试。现在这个画面也只是演示给你们看2020年的手机，也就是5年前的手机，它出来的效能会变成怎样，耗损的 CPU、GPU 到底有多少。说真的，现在画面上比较多立体的一些模型之类的，但是我其实还是比较喜欢旧版的。新版呢可以看到比较多的细节，像是草之类的，水面上的光纹还有波动都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但是这个画风真的太像万龙觉醒了，而且你们把地图缩小的话，其实会看到整片都是绿绿的，而且是亮绿色，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颜色啦。那刚刚逛了一圈地图呢，可以看到我的 CPU 用量是大概30%到40%左右，但是只要我画面一有操作，有一些动画的时候，它的 CPU 就会变成70%多左右。GPU 的使用量大概是40%到55%左右。我们来对比旧的游戏画面，现在游戏我也是一样把它的帧率调整到120开最高画质，也是一样的情况，旧版它的帧率也只是维持在60以下而已，就是说不管我怎样调整都是只有60帧。这里我们分成两个画面，左手边是旧版的，右手边是重置版的，你们可以看一下 CPU、GPU 还有帧率到底有多少。那老实说，其实旧版它使用的 CPU 用量会比较多一点，但是新版重置版它的 GPU 用量其实会比较多一点，就是说旧版呢它会比较使用你们手机的效能，然后新版呢会比较看重你的手机画质到底处理到怎么样。不过说到帧率的话，其实双方都是差不多的，没有落差太大，都是50多左右。当然这个是看地图的画面啊，有可能打仗的时候帧率就会不一样。不过新版重置版偶尔到了一些地方需要加载的时候，它使用的 CPU 用量就会比较大一点，你看它都是维持在40%到30%左右。但是 GPU 用量一直以来都是比旧款的还要更多，就是说画质确实是提升了更多 3D 化的物品，但是要使用你们的 GPU 也会更多。不过有些部分官方是没有透露，就比方说我们边边的角落全部都已经变成类似像雪地了，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采集点长什么样子。还有你们看到一些建筑其实不是城市来的，这个是野蛮人城寨，它改成很像城市的样子。但是因为官方这样一改之后，其实画面上会多出了比较多的元素，就比方说你们现在看到画面上就比较像雪地嘛，然后再去到特定的地方，这里就长得比较像秋天的样子。所以严格来讲，官方他们是有想要打算做设计，但是如果是整个地图变化的话，可能会比较吃我们手机的效能或者是 CPU。 不过这边你们可以发现到，当你的画面元素一变多的时候，它使用的 CPU、GPU 又提升了，变成50%左右。所以其实还是一样的，只是我们日常可能用到的 CPU 用量不会这么多，但实际打仗的时候还是一样需要用到很多的手机效能。所有圣地的外貌都已经改变了，山形的外貌也是改变了。我观察到圣地之类的大部分都是以秋天作为代表，然后边边大多数都是冬天，至于其他地方大概率都是绿色的。野蛮人据点也是稍微改了一点点，它的山变得比较立体，不过也只是外貌上改变了而已啦，实际上里面的东西是没有什么改变的。那现在我们看一下小团战的时候会变成怎样，可能就是3-4个玩家在对打。各位你们要注意看上面的 CPU、GPU 还有帧率，比较明显的就是帧率现在已经降到30多40左右了。但是你们要记得，我在手机的设置里面是开到120帧的，现在只有大概30帧到40帧左右吧，50帧偶尔会出现。CPU 用量也是变成40%到50%以上，GPU 都已经变成60%以上了。
那这里只是几个玩家都已经开始提升了，我相信大团战的时候应该会更加夸张，然后帧率应该会掉得更低。接着就是说我之前最担心的情况呢，就是你的帧率提升了，画质提升了，那你的手机会不会发烫，会不会让你的设备越来越热？你们可以发现到我的手机温度一直不断的在上升，从我这个影片一开始只有32度，现在已经变成42度了。然后我现在这个打架画面呢，大概打了5分半左右，都是保持在40度以上。唯一比较好的情况就是 CPU、GPU 都没有超过60%，帧率勉强可以维持在25以上，然后50帧以下。我自己实际操作的时候其实不会太卡，就是觉得手机会很烫。那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我的手机已经到44度了，而且你们要知道这个画面上其实没有很多部队，也就是说如果打关卡打黄庭的话可能会热得更快，所以有必要的话你们还是要准备一个散热风扇会比较好。这个就是刚刚打架的画面，大概5分钟45分。不过也因为我这个手机是5年前的手机嘛，我们来测试一下我另外一台手机。OK， 那么现在我已经换了另外一台手机，这台手机是 ROG 6，然后它的芯片是 Snapdragon 8 Gen 1。对标苹果的手机大概是 A16 到 A17 左右，但是这个地图我真的不太喜欢啊，它缩小之后整个绿绿的，而且它是深绿色，看到不是很舒服。那跟我前面测试的手机一样，我会把这个手机调成120帧，并且把画质开到极高。现在是已经重新开启游戏的画面了，那你们可以看到我的帧率确实是有提升超过100以上，但也不是每一次保持在120帧。你们可以看我前面那一只手机也是它60帧，但是也不是每一次都是60帧，大概50帧左右，所以帧率多少都是会下降一点的。然后也是要看你们手机的效能还有芯片，像我这个手机芯片比较新一点的话，就可以看到我的游戏画面帧率有120帧。像是旧手机，不管你的帧率再怎么调高也好，它也是维持在60帧30帧左右。那么也是一样，看到掉帧比较大的时候，就是可能切换画面啊，或者是按到了一些操作界面的时候，它帧率就掉很多。就比方说刚刚我点进来统帅界面，就已经掉帧变成70多，不过这个也只是一瞬间而已，并不是每一次都是这样的。但是相反的，当我用了另外一台手机的时候，可以看到 CPU 使用量是比 GPU 还要更多的。或许是因为我的画面帧率已经提升到120左右了，所以它的 CPU 用量会比较多一点。可是 GPU 用量其实并没有比起我们第一只手机还要更少，反而是差不多，甚至还有更多的，现在都已经提升到50%左右了。所以还是那句啦，如果你们要提升更高的帧率的话，你们所使用的CPU 跟 GPU 都会相对比较高，这就要看你们怎样去取舍了。如果你们想要游戏更加顺畅的话，可能你就要开更高画质、更高帧率，或者使用更高的帧率，但是画质可以降低一点也是可以的。在前面的时候忘记分享关卡的部分，你们可以看到现在关卡变成这样子了，它旁边的墙真的是变矮了很多。只能说新版本看起来画面上会比较多颜色啊，除了你把画面缩小之外啊，它那个绿色真的太深了，我不喜欢，就是给玩家看起来比较有新鲜感。说实话，我个人最喜欢的还是水面上的波纹，它的反光是真的做得很好。现在我们用同一只手机，但是用旧的画面来做比较，也是使用同样的画质，帧率也是开一样的。那你们可以发现到，其实旧的画面使用的 GPU 会比较少一点不过比较起 CPU， 确实旧的画面它使用的 CPU 用量会比新的还要稍微多一点点。新的画质 CPU 用量会比较大的时候，就是你的画面上可能会出现比较多的东西，就比方说现在的画面比较多的野蛮人、守护者、据点、建筑物的时候才会用量比较多，但最大的问题还是新的画质其实 GPU 用量是比旧的更多。不过也确实啦，在官方之前的影片介绍中，他们并没有提起 GPU 的事情，他们只是说系统效能消耗了多少而已。并且你们可以发现到，其实旧的游戏画面的帧率其实都维持到很高，都有160、150的时候，反而新的画质帧率都是120以下。不过可以看到旧的画质其实帧率不是很平稳啊，有时候降得很低，有时候很高。新的画质幅度不会这么大，大概是80到120之间。接着就是战斗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帧率是明显下降的，也就是说就算你开再高的帧率也好，一遇到打仗你的帧率还是要下降的。那可以发现到，当看到有人打仗的时候，我的帧率会下降到60以下，只有在我画面在操作或者是停顿的时候才会帧率提升比较高一点。所以我这个测试也是告诉你们就算你们开到再高的帧率也好，在你战斗的时候其实都会下降到60帧左右你没有必要开到这么高的帧率。不过当打仗的时候，反而 GPU 用量就比较少一点了， CPU 用量也是差不多，不过手机温度明显有提升。
后来我发现到一个问题，就是新的画质其实它不能再放大画面了，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左手边我的旧画面，它是可以把画面放得这么大的，所以我怀疑官方他们所说新的画质不会这么卡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把一些细节给删除掉了。不管是什么建筑也好，采集点也好，除了玩家的城市之外，其他的建筑物都不能再放大画面查看里面比较小的细节了。但其实不管是新的画面还是旧的画面，手机效能消耗其实都是差不多接近的，但是反而旧的帧率一直提升到150以上。再来就是必不可免的问题，就是你们看我的手机温度已经提升到40度了没有办法，你要开更高的画质更高的帧率肯定是会烫了。这个问题不是只有这款游戏发生而已啊，不管是哪一款游戏，只要你把画质提升都是会很烫的。现在就给你们看新的画面，我已经把画面放到最大了，依然是不能看到这些建筑物采集点的详细内容没有办法看得更仔细啊，就连野蛮人也是。但是在旧版本的画质，你们可以把画面放得非常大，每一个建筑物都可以看到里面详细的内容。我认为他们会把这个部分移除的原因，就是其实玩家也不会特意放大画面去查看，只有我这个无聊的人才会去查看而已而且你增加更多细节的话，会让你的游戏更加卡顿，所以他们就索性把这个东西给移除掉了。但其实我个人是真的蛮喜欢去看这些细节的东西啦。这里也是稍微做个我自己的感想吧。我对于新的画质其实一般般啦，也不是说特别喜欢，但也不至于到特别讨厌。因为确实新的画质会给到我一些新鲜感，不会让我觉得我玩这个游戏每天都是这个画面有点无聊。但是对于手机需要的效能有没有降低呢？对我而言是没有降低的，因为我这边可以实际看到我自己测试的结果。像我现在的画面依然还在战斗，你们可以自己查看使用的用量到底有多少。那么改了新的画质之后会不会比较顺畅呢？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我们还在安排着大型的战斗，看官方那边能不能够安排上吧，至少要安排100位玩家左右，我们才可以看到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像现在小型的团战，其实讲真的，不管是哪一个手机型号也好，打起来都不会觉得卡的。所以不出意外的话，我应该之后还有另外一个影片是说大型团战的关于新的画质测试。今天主要内容是测试给大家看新的画质跟旧的画质，如果我们日常使用的话会不会比较顺畅一点，有没有卡顿，帧率 CPU GPU 耗损多少。因为我看到蛮多主播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后的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其他的建筑物长什么样子啊，像野蛮人城寨啊、采集点啊、河流啊、地图上的样子。那其实在之前的影片中也是有介绍过了，还有一些比较细的细节，就比方说树会轻轻的摇摆啊，草地上的草会轻轻的摇摆。但对我而言，比起之前的画质，新的画质确实比较卡通化了，我个人觉得也比较偏向万龙觉醒的画质。所以老实说，新的画质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比较起来的话，我还是比较喜欢旧的画质多一点。比较明显的差距就是地图缩小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这一片绿绿的真的太绿了，它这个颜色太深了，比较难接受啦。像这个画面就是旧版的颜色就不会这么绿，看起来的感觉也不会让我觉得比较刺眼。不过也许是因为我已经看习惯旧的画质了，所以才觉得旧的画质比较好吧。这个画质的东西很主观啦，这里就交给各位决定吧。你们觉得旧的画质比较好还是新的画质比较好呢？对我而言，其实效能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啦。影片的最后再给你们看一下联盟的建筑物吧。那么以上就是本期内容啦，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